哇，这个太大了。来，各位观众，来，我来喂你。超级嫩，它里面这个脂肪很丰富，你是能看到它里面有汁儿的，所以口感我觉得是对的，味道也是对的，味道也是对的，尤其是这个饭，好好吃，尝一口嘛。要这么好吃，你教教他们。小学吗你们？我教你啊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超级厚的猪排，很厚很厚很厚。选了2块肉，一个是梅花肉，特征就是很肥，肌间的脂肪也比较多，这个可能会比较香。哇，这个如果切2块是不是太厚了，太大了？把它切成2块啊！哇，看着就好爽。这个是猪大排的肉，也是一样，我们把它切成2块。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吃的那个大排，它会带一块骨头的那种，江浙一带比较多啊。来看看这个厚度啊，非常的厚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用到一个。热得快，恒温热得快。我看网上他们都说这个要好几千，我们没有，买的便宜的300多块钱，很划算。然后这个稍微腌一下，搞点黑胡椒。这个现磨得我手都累了，下次不装逼了。好，可以再搞点盐上去。肉装到真空袋当中啊。我们密封完了，是不是感觉还挺漂亮的？就得到了4块密封好的猪排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恒温水浴了。关于水浴的温度，一般都是65到75度之间。水浴的时间需要根据肉的大小来调整。我们之前看的资料，日本的那种做法是很大一块肉，需要恒温水浴12个小时以上。我们把它分割成了这样360克左右的大小。我们之前用过一个实验室的恒温水浴箱来代替这个方案也是可以的，但现在这个东西也不贵，也就300多块钱，我觉得，应该每个家庭不要买这东西，没用，卵用没有。我跟你说，洗碗机的工作温度大概是50度到70度，我们可以煮1个半小时。把温度我们设置到68度左右，然后把时间设置到3个小时。它这个比热得快还是要高级一点的，它里面好像有一个这种造浪机的感觉，它可以让这个水在这里面循环起来，让这个温度更加的均匀。这就是它比热得快高级的地方。我估计看我视频的人里面知道热得快的应该不多了。我们先放在旁边，让它搞个3个小时吧。我们再来看，我们来煮一个汤汁和料汁。锅里面先倒上540克的清水。不需要沸腾啊，锅里面是这样微微的有小泡的情况下，我们就关到小火，放4克的昆布进去，维持80度的温度，要30分钟，25分钟之后开大火，水沸腾就把昆布捞出来，关火。30克煎鱼干、10克青花鱼干和5克木鱼花组成的这个混合鱼干，我们泡进去，用小火煮10分钟。这地方我没买那个煎鱼干，我用木鱼花代替了，其实一般也差不多了。把高汤过滤出来，稍微挤压一下啊，不要浪费。再取一个小锅，倒入80克的浓口酱油，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塔玛里还是什么的，类似于老抽的酱油，我们只放了大概8毫升左右。小火慢慢的去加热它，加热到60度，25克白砂糖，45克味淋，开小火，把它加热到80度左右。这个过程当中要稍微搅拌一下，不要让它糊底，不管是砂糖还是味淋都是很粘稠的，容易粘锅。80度左右，表面上会出现这种白色的浮沫，维持80度这个温度啊5分钟，不要让它沸腾。酱汁我们倒出来冷却，这个高汤的量大概是我们刚才熬好的酱汁的3倍，把我们熬好的高汤跟酱汁混合起来。这个就是我们用来滑蛋的汤汁，放到旁边备用。接下来做的这个是照烧汁，在我看来就是日式3杯汁。锅里面倒2克的香油，4克的植物油，2片生姜，生姜微微泛黄，30克的白糖，100克的清酒，100克的浓口酱油，100克的味淋。你就说这是不是3杯汁吗？标准3杯汁，再来10克的蜂蜜，2克木鱼花，超小火煮15分钟。来看一下这个状态啊，这个汁儿是有点粘稠的，等会儿放凉了还会更粘一点。煮的时间大概就是45分钟吧，把它放凉，我们就可以装到瓶子里了。说出来你们不信，我都没碰到漏斗。哦吼，你一来我抖了一下，碰到漏斗了。这个叫观测，什么观测什么玩意儿的那个。调一个蛋糊，鸡蛋5个。75克的水，15克的油，搅散它，再加100克的面粉，把这面粉完全搅均匀啊。对不起，我是傻逼。先到一个碗里面混合好了，我们再过滤过来。这个就是我们裹猪排的蛋糊，日式炸猪排用的面包屑，它是这种生吐司面包做成的面包屑，这种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面包糠，差别还是很明显的啊。猪排我们取出来啊，我感觉捏起来已经很抠弹了，但是不知道水分怎么样啊。
因为这两个部位完全不同。哇，这块看着好好。我们得到了4块低温慢煮的牛排，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好吃，看着就很抠弹。猪排表面的水分都要吸干啊，方便它等会儿裹面糊。我们先练一个手啊，裹上蛋液，戴手套最好啊，把它丢到我们这个面包糠里面，铺上它，压一下，抖一抖，油温170度，下锅。炸猪排的时候捞一下这个面包屑啊，因为这个猪排已经熟了，我们只需要大概炸3分钟到4分钟就行了。与此同时，我们要来准备滑蛋。这里有一个锅，我们准备刚才我们熬好的这个酱汁儿，大概80克，放一点洋葱进去，把洋葱要煮软啊，打一个鸡蛋。哇，这颜色太深了啊，拿出来放到一边沥油，这是不是太黑了？没关系，我们再来一次就好了。这边这个鸡蛋液倒进去，盖上锅盖，数10秒钟，关火，就这样微生的状态啊。把这个蛋铺到饭上，猪排千万不要炸得太焦，我这个就明显有问题。这是我们第一个试验品啊，问题不大。切好的猪排铺到饭上，撒上一点葱花，把这个饭敲开，把海带塞进去，还有我们自己熬的照烧汁儿，这样一份日式猪排饭就完成了。还是看着挺诱人的，是不是？像那么一回事。我们来鉴赏一下。哇，这么粗！不行，味道很好，但是不够嫩，咬不断。试一下这个梅花肉啊，好担心啊，这个我行不行啊？哇，这个太大了，我炸不过来，你知道吧？这颜色怎么样？这个是我最后的倔强了。来，各位观众，这一块猪排是1斤多，1斤多。我看吧，好看是不是？最后再试一下，嫩不嫩就决定了，成功不成功？是这个比刚才那个嫩很多，这外面的皮好脆啊。说实话，它也是比较有韧劲的，但是你能明显感觉比刚才那个嫩很多。你尝一下，让我尝一下这块。这块太大了吧？我们今天就吃猪排了，也是不容易咬断的，因为它很厚。对，嫩很多。哇，对，那还是得用这种肉。你看这个饭，尝一口嘛。哎，你们不配胖，只有我这种人才配胖。我们这期视频为了追求节目效果啊，特意做了这种特别大的厚切猪排。实际上，在日本更常见的是那种薄切的猪排，不需要腌制，也不需要用低温去慢煮，它可以直接裹面糊和面包糠去炸，非常的省事。而且他们在出品的时候会把蛋液和猪排放到一起，也有这种做法。其实这个每家店还都有蛮大差异的。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做法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，但是口味也是比较还原的一个做法。如果你们自己在家里做，把这个猪排的厚度减少为1.5厘米就可以直接炸了，那就不需要用低温慢煮机了。其他的应该都非常简单，好吧？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再见，拜拜。